让下来。哎，还过。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。3月里的中国南方已经开始渐渐步入春日，而在北国冰城哈尔滨，气温却依旧是零下。这里是位于哈尔滨南岗区的师大夜市，在夜市的入口处就开始有小吃的摊位了。锅中滋滋作响的是油煎毛蛋，有的地方呢又被叫做活珠子。对面的推车上是迷你糖葫芦，种类特别的多，10元一盒，可以任选5串，像是杨桃糖葫芦、辣条糖葫芦，在别处都是不常见的。师大夜市正是位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外，是哈尔滨的夜市中比较有名的一个，同时也是周边大学生们和本地市民常常光顾的美食小吃聚集地。刚刚走进夜市，这一侧好多摊位卖的都是衣服、帽子，还有手套，以及一些小玩意儿。美食区域呢，都在夜市靠里的位置。在来哈尔滨之前，我还是太低估了春日里哈尔滨的温度，戴的帽子不够厚，于是在夜市的第一站就买了一顶厚厚的帽子。在夜市上越往里走，小吃的摊位开始渐渐多起来。来烤脑花了，嘎香的了。烤大鱿鱼是夜市里的主角，有好多摊位都在卖。狮子岛大帐18元。热乎乎的一份虾滑是18元。煮好的鲜虾滑会加上香菜、葱花进行调味，最重要的还有老板家的秘制酱汁。热乎乎的虾滑再配上香辣酱汁，与冷天气中的夜市很是搭配。来一份，好吃啊！章鱼小丸子在夜市中是很常见的小吃，不过仔细看，每家的做法却都略有不同。配料除了传统的木鱼花之外，还有肉松和海苔碎。这里又是一家卖油煎毛蛋的摊位，3个是7元。不过毛蛋我实在是没有胆量尝试。旁边这些蛋壳呢，也就是毛蛋之前的壳了。实蛋毛蛋来，嘎嘎香了。炭烤羊肉串在夜市中一定会看到它的影子，不过这里的肉串真是大呀。老北京的爆肚在哈尔滨的夜市上也很多。小份的菜肚，也就是有蔬菜有粉丝，是15元。如果全是毛肚的话，一小份是25元。铁板鱿鱼确实很受欢迎，已经有好多顾客在排队了。像这种大一点的鱿鱼须是15元一串，
而最大的一整片鱿鱼呢是20元。在东北菜中，大猪蹄儿、大肘子很常见，猪蹄儿也有烧烤的，是20元一份。卤制好的猪蹄儿在烤架上一烤，焦香扑鼻，之后再撒上调味料，孜然进行提味。蒜蓉粉丝烤生蚝也是夜宵中不可缺少的。肉夹馍不仅是早餐中非常受欢迎的，没想到夜市上也有这么多人在排队。现揉面、现做现烤的馍，口感松软，一旁的卤肉剁碎，再混上青椒，光听着叮叮当当菜刀撞击着菜板的声音，已经开始流口水了。剁好之后的卤肉呢，再浇上一勺卤汁，夹入现做的馍中，卤汁进入馍里，面香与肉香一起在口腔中混合绽放，而时不时来自青椒的味道，又像是画龙点睛之笔。师大夜市上的肉夹馍是8元钱一个。要辣椒是不是？辣椒。装袋是吗？夜里的温度虽然低，人们也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却对美食的热情不减。这些都是爆肚的调味料，滚开的热水随时都在等待着新鲜的爆肚下锅，到水中一滚就要捞出来了，口感恰到好处，又软又脆。这家的烧烤很特别，鲜肉中间的一点绿色是蒜苔。这大片儿的是肥牛腰，也是这家烤肉的特色。31号羊排。羊排够吗？好的。这个也写了。夜市上来来往往的人们，常看到手里拿着美食，嘴里还喝出着热气。有的摊位火爆，排队的时间可能有点长，不过望着自己心心念念的烤肉大串儿，也不会觉得那么冷了。现在人不能呢，上面自己拿，看盘选啊。自己拿，自己发。在夜市上也能看到好多摊主老板穿着东北大花颜色的围裙或者衣服，还有棉帽子。夜市上的这2个可爱的卡通形象，大家看出来是什么了吗？东北的著名的锅包肉，不仅仅是饭店中的一道菜，也可以算是一种美食小吃。锅包肉一定要现做，糖醋汁也是现场熬制的。炸好的锅包肉呢，裹上糖醋汁，咬上一口，酥香酸甜。这翻过来了，还生的那不好翻。泰式香蕉饼，13元一份，这应该算是夜宵之后的饭后甜点了吧？香蕉饼高高香，泰国香蕉饼。
没想到在东北的夜市中还看到了现场制作的广东肠粉，一份素肠粉是12元。肠粉上除了浇上酱汁，还会放上辣椒油，这应该是到东北之后肠粉的改良版了吧。在夜市上，好多家摊位卖的都是老北京爆肚，想不到爆肚在东北这么受欢迎。来爆肚来，最好吃的来，给爆肚来，往前走来爆肚的。哎，吃爆肚的往前来爆肚的。哎，刚刚香的来爆肚。来个猪蹄儿，刚刚香。锅包肉中的用料是猪里脊，在夜市上还有锅包鸡柳。顾名思义，就是用锅包肉的做法来烹饪鸡肉。夜市上烤生蚝的摊位不少，但是炭烤海螺却只有这一家。大大的海螺是30元2个。这边是台式蚵仔煎，其实蚵仔煎也是在闽南和潮汕一带比较流行的风味小吃。这边老板正在做的是榴莲鲜奶球，滚好之后呢，放到油中炸熟炸香。在距离四川如此之远的哈尔滨，也看到了麻辣兔头。这样的兔头是15元一个。这家小串儿种类多，价钱不贵，7元钱是20串儿，有牛肉、羊肉、小里脊、玉米粒儿、面筋和豆皮儿。选一选，7元钱20串啊！再选点啥？牛肉、羊肉、里脊肉啥的。别吃了，吃别的呢。
这边的烤猪蹄儿特别的火爆，排队的人们把整个摊位都围住了。这样的一份烤猪蹄儿是19元。有没点的吗？油炸总是街头类小吃常见的做法，臭豆腐自然不用多说，经过油炸的臭豆腐单吃着就很好吃。看似平平无奇的蔬菜，经过高温油炸之后，却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味道，像是常见的平菇、青椒，还有圆白菜，都是炸串常见的蔬菜。炸好之后再刷上酱汁，而每家的酱汁呢，看上去相似，但仔细品尝，每家都有不一样的风味。春节假期已经过了，哈尔滨旅游的热度渐渐退去，夜市上消费的主力军又变成了本地市民，还有附近的大学生。来，几点那个讲起来。来，几点那个。鱿鱼了，吃鱿鱼往前来，嘎嘎香的了。来，大鱿鱼搁这儿呢，吃哪个鱿鱼了？不冷，说不冷。来，鱿鱼在这儿呢，来。现烤的蒜蓉粉丝生蚝，10元钱5个，看着这些蚝壳，个头都不小呢。夜市上烤大鱿鱼、烤大肉串的摊位很多，而牛肉酥饼却独独只有这一家，所以也排了好长的队伍。牛肉饼是现做现卖，等的时间虽然有一点久，但刚刚出锅香酥的牛肉饼也是值得等待的。每个牛肉饼的内馅儿都是新鲜的牛肉，外加各式香料，还有撒上一把洋葱，牛肉的香味儿又混合了洋葱的清甜。酱大棒骨在东北的馆子中是常见的菜。酱好的大棒骨上炭火去烤制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。大大的一个棒骨，在夜市上也成了一道美味小吃，是15元一个。这炭火上的小饼看上去平平无奇，可不要小看它的魅力。我在其他的摊位有尝过，一口咬下去，劲道十足，又混合着面香。最重要的还是店家刷的秘制调料酱。慢慢的逛到了师大夜市的中部，也看到了哈尔滨师范大学的一个侧门门头。大车的来！有过
去了，老舅。啊，我留上舅妈呢。这走啊，这还一个呢。这还一个忘了。打个字儿吧。这家小摊位卖的是延边米肠。延边呢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所在，蒸米肠、炒米肠更是朝鲜族的美味特色小吃。米肠嘎嘎香的哦。这儿的烤大腰子个头真是不小，周围裹了一圈厚厚的油脂。而烤大腰子配大蒜，应该也算是东北当地特色的吃法了吧。大面筋和淀粉肠原材料是面粉和淀粉，却没想到做出了烤肉的感觉。当然，这其中少不了刷在外面的秘制酱汁，以及撒在上面各种烧烤料的功劳。看烤架上堆成小山的面筋大串儿，就知道在当地有多受欢迎了。这种用塑料布围起来的街头小吃摊是当地的特色，仅仅隔着一层薄薄的塑料布，里面和外面却是两个温度、两个世界。有的时候，在塑料布围墙上还可以看到蒸汽水珠沿着塑料往下流。在夜市烧烤摊位的招牌上，除了常能看到现穿的牛羊肉大串儿，还能看到大油边儿。所谓的油边儿呀，就是猪肉的护心肉，去掉筋膜之后所剩的长条状的瘦肉。这类肉呢，富含油脂且形状细长，尤其适合烧烤和油煎。35一条，25两个大鱿鱼。大肥肠。微信收款10元。大葱外面包裹的是肥肠，烤好之后呢，会用剪刀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。这儿除了受欢迎的烤面筋之外，还有豆皮儿。这样的一份豆皮儿是10元钱。这种豆皮儿也算是东北特色，质地发干，烤好之后豆香十足。这里旋转的除了奥尔良烤鸡腿之外，还有烤鸽子和烤鹌鹑。小小的鹌鹑是10元钱一只，烤鸽子呢贵一些，要45元。这家的特色是烤肥肠和烤鸭舌。小小的一段鸭舌，烤好之后呢，外面焦香，内里柔嫩。肥肠的美味自然不用多说，本身就富含油脂，经过高温烤制，外皮酥脆，内里软糯。
烤好之后呢，老板会剪去竹签子的尖部。这边的大串呀，因为都很大，所以竹签子通常都比较长。蚵仔煎，这是在夜市上看到的第2份了。此外呢，还有烤蚕蛹卖。大大的烤蚕蛹在夜市上也很常见。此外呢，在菜市场和集市上，我也看到了卖新鲜的大蚕蛹，但是始终没有勇气去品尝它的美味。穿着东北大花的衣服，老板正在熟练地制作着武汉热干面。这酸豆角丁是热干面中必不可少的。热乎乎的热干面15元一份。完了，那连你出来，辣椒不吃哈，辣椒不吃哈，醋汁买好嘞，拌一拌啊。鸡架，这是辽宁沈阳的特色，在口味上还有酸辣和甜辣，整个的鸡架就是放在里面油煎的。吃完了，剩下交给我。来，悠悠手的来。但是我发现啥呢？我体重。这儿又是一家蚵仔煎，一份蚵仔煎是15元，如果双倍的蚵仔是25元一份。葱花韭菜几口吗？都吃。好嘞。来吧，我家帅哥美女，往家的外看了来。看这酱汁的颜色，与在潮汕以及闽南地区蚵仔煎所用的酱汁是不太一样的。在哈尔滨的蚵仔煎，最后呢，往往还要再浇上一点辣椒油。脆皮花肉，嘎嘎香啊！
脆皮五花肉20元一小份，在各地的夜市上都很常见。不过旁边的烤骨髓可并不是那么常见的。来，新鲜出炉脆皮五花肉，嘎嘎香啊！这个是哪个口味的？那个下面有6种口味，我看一下。这里又是一份沈阳铁板鸡架的小吃摊位。铁板鸡架呢，确实在沈阳当地是特色美食。鸡架都是在这种方方正正、浅浅的铁质油锅中炸熟的。炸好的鸡架切碎之后呢，根据不同的口味要求，会放上不同的调味料。甜辣和酸辣都是特色的口味。好了，这边带。之前看到了延边的烤米肠摊位，这儿呢又有延边的明太鱼专卖。明太鱼呢也是朝鲜族的特色小吃。鱼干经过高温烤制之后呢，肉质软化，不过嚼起来依旧是韧性十足。在师大夜市的入口附近，有几个这样红色的可爱的铁皮小房子。如果边走边吃觉得冷的话，可以到这些小房子里，里面呢有设置电暖器。简单的小房子也被用心地布置得很有复古东北特色。这就是哈尔滨的师大夜市，天气虽然寒冷，美食却从来不会缺席。好啦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